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夜里一个人躺着，忽然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宇宙到底有没有尽头？如果有尽头，外面又是什么？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往往很快就被自己压下去了，因为想不下去太大了，超出了脑子能处理的范围。但科学家偏偏就是要想下去，而且越想越发现，这事儿远比我们以为的复杂得多。先说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这件事足以让你对我们究竟了解宇宙多少这个问题产生根本性的怀疑。2022年，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正式开始工作。这台望远镜人类造了将近30年，造价将近100亿美元，主镜直径6.5米，展开之后大概跟一个网球场差不多宽，是有史以来人类送上天的最复杂的科学仪器。科学家对它的期待很高，觉得它能帮我们把宇宙早期的历史看得更清楚一些。结果它确实看清楚了，但清楚到让科学家们集体蒙圈。韦伯在宇宙极早期的区域，也就是大爆炸之后仅仅几亿年的那段时间里，拍到了一批大得离谱的星系。你猜这批星系有多离谱？它们的亮度是现有理论预测值的将近100倍，理论预测了一个亮度，实际观测到的是100倍。这不是误差，是整个模型出了大问题。更夸张的是，里面有些星系已经长出了完整的旋臂结构，就像我们银河系那样成熟的螺旋形状。宇宙那时候才刚刚出生几亿年，按照任何现有的理论模型，它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一个星系长成这个样子。你要理解这有多不正常，就好像你刚怀孕3个月，B 超一照，里面已经是个2米的成年人了。那不是发育快，是整个逻辑出了问题。这样不该存在的星系，韦伯一次发现了300多个。参与研究的天文学家直接说，这些星系的存在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整个星系形成的理论框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以前几十年无数科学家积累建立起来的那套模型，现在要推倒重来，不是修修补补，是从底层重新想。所以你看，人类研究宇宙这么多年，觉得多少摸到点边了，结果换了一架更强的望远镜，一开机发现自己以前的很多判断是错的。那宇宙到底有多大？有没有尽头？如果有尽头，外面又是什么？今天就从头说清楚。在聊有没有尽头之前，咱先建立一个基础概念。宇宙到底有多大？我们通常说的可观测宇宙，直径大约是930亿光年，以地球为球心往四面八方延伸，465亿光年就是我们目前能探测到的范围。你要理解这有多大，一光年是光走1年的距离，大约是9.5万亿千米，930亿再乘以这个数字，你算不出来也没有必要算，就是完全没法想象的程度。里面装了大约2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平均有几千亿颗恒星。光是我们能看到的这片宇宙里，恒星的数量就已经远远超过地球上所有沙滩、所有沙粒加起来的总数了。但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困惑，宇宙的年龄才138亿年，大爆炸到现在就过了这么长时间，那最远的光从大爆炸那一刻出发朝我们跑，顶多跑了138亿年。我们能看到的最远的地方应该也就是138亿光年外才对，为什么能看到465亿光年外？这2个数字差了3倍多，这差距是怎么来的？这就要说到空间膨胀了。宇宙从大爆炸开始就一直在膨胀，而且膨胀的不是里面的东西，是空间本身在拉伸。你想象一块正在被吹大的气球皮，皮上画了2个点，随着气球越吹越大，这2个点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不是这2个点自己在动，是气球皮本身在膨胀，把它们撑开的。宇宙就是这样，空间本身在往外拉伸，光从遥远的地方出发朝我们飞，在它飞行的整个过程中，空间一直在拉伸。等这束光到达我们这里，它出发的那个地方早就被空间拉到了更远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465亿光年外的地方，
不是光真的跑了那么远，而是光出发时那里离我们还没那么远。一路上空间一直在把出发地越拉越远，拉到了现在这个距离。你以为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就等于宇宙年龄对应的光年数？不，空间膨胀把这个数字撑大了。465亿光年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空间本身拉伸出来的距离，不是光单纯跑出来的。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个930亿光年真的是宇宙的全部吗？你以为930亿光年已经是宇宙的全部了？不，那只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一块，是我们的感知极限。这个边界之外几乎可以确定还有宇宙，还有星系，还有物质，还有空间，只是那里的光还没来得及走到我们这里。你这样想，大爆炸是在同一时刻在所有地方发生的，整个空间同时开始扩张，各个位置同时开始形成物质和星系。我们不过是宇宙里的一个坐标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以我们为球心画一个球，球内的区域足够近，发出的光已经走到我们这里了。我们能看到球外的区域光还在路上，看不见，但不代表那里没有东西，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里有什么。那可观测宇宙之外还有多大？现在完全没有办法测量，超出了我们所有探测手段的范围。但有一件事可以参考，目前的观测数据显示，宇宙在极大尺度上非常接近平坦，空间几乎没有弯曲。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根据宇宙学的推断，如果宇宙是完全平坦的，它很可能是无限延伸的，也就是可观测宇宙之外还有无穷无尽的宇宙。我们只是坐在这个无限里面的一个小球里，望不到边的那种无限。有一种方法能帮你感受这个尺度差异。你把可观测宇宙比作一枚1分钱硬币，那真实的宇宙有多大？科学家估算，如果宇宙是有限的，它的实际大小至少是可观测宇宙250倍以上的直径。放到你的类比里，就是那枚硬币之外还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区域，你完全看不到。而如果宇宙是无限的，这个比方根本没有办法做，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类比无限。有的人听到这里可能觉得无限就无限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你想想，无限真正意味着什么？不是很远，不是非常非常远，是字面意义上的没有终点，没有边，没有结束。你往任何一个方向一直走，永远都不会到头。这个概念本身就够让人坐立不安了，而且接下来的推论会更让人不舒服。不过就算先把球外的宇宙放在一边，只盯着可观测宇宙这个球，你会发现它也正在发生一件让人很不舒服的事。这件事跟宇宙膨胀在加速直接相关。1998年，天文学界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懵了的事。当时有2个互相独立的研究团队，都在研究遥远的超新星，想通过这些超新星来测量宇宙膨胀速度的变化趋势。你要知道，埃亚型超新星是一种爆炸亮度非常稳定的天体，科学家把它叫做标准烛光。就像你知道一根蜡烛的真实亮度，看它看起来有多亮，就能算出它离你有多远。2个团队用这个方法想搞清楚宇宙膨胀到底有没有在减速。他们原本预期宇宙在大爆炸之后应该因为引力的作用慢慢减速，就像你向上扔出一颗球，飞出去之后受到重力影响会越来越慢。这个预期在当时几乎是物理学界的共识，谁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结果2个团队各自拿到数据一看都不对劲，宇宙不是在减速，是在加速膨胀。你以为引力会把膨胀速度拉下来？不，它在加速，而且越来越快。2个团队反复检查了数据，结论一致，就是在加速。他们领头的科学家后来因为这个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驱动这个加速的东西，科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暗能量。暗能量是什么？到现在没有人真的搞清楚。我们只知道它弥漫在整个宇宙空间里，占宇宙总能量的约 68%， 效果就是把空间越来越快地往外推。你想想，宇宙里将近70%的能量是一种我们完全不知道本质是什么的东西，
这个事实本身就挺让人不安的了。2025年3月，暗能量光谱仪公布了最大的宇宙地图，测量了将近1900万个星系和天体的位置。科学家发现，暗能量的强度可能并非固定不变，它正在随着宇宙年龄慢慢减弱。如果暗能量真的在减弱，宇宙的未来走向可能不太一样。但目前这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确认。不管最终是什么，它正在加速把宇宙拉开。这件事带来了一个越来越严峻的后果。宇宙膨胀有一个特点，距离越远，相对速度就越大。想象一根橡皮筋，两端分开的速度就越快。那些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星系，退行速度大到超过光速。你可能要问，任何东西不是都不能超过光速吗？这里要分清楚，光速限制的是物体在空间里移动的速度，但空间本身膨胀不受这个限制，它可以比光速快。广义相对论允许这件事，你不用担心逻辑矛盾，这在物理上是站得住脚的。这意味着遥远星系发出的光永远到不了我们这里，光在往这边跑，但空间同时以超光速往反方向拉伸，光追不上来，永远追不上。这个界限叫做宇宙事件世界。更难受的是，因为加速膨胀，这个世界正在收缩，我们能接收到的宇宙范围变得越来越小。若干1年之后，星系会退行到超光速，从视野里彻底消失。不是星系出了问题，是宇宙把它们拉得太远太快了。想想那种感觉，那里可能有行星有信号发出，满怀期待地发出去了，但永远不会到达，连两边互相知道存在都做不到，就这样没了。我们现在能看到2万亿个星系是极其短暂的窗口，1万亿年之后，几乎所有星系都会退到世界之外。那时候的文明放眼望去，只剩自己所在的星系群，甚至无法观测到宇宙膨胀，因为没有参照了。我们恰好生活在还能看到全部的时代。你说，这算不算一种很微妙的幸运？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科学目前还没有答案，答案超出了所有观测手段的范围，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可能觉得这答案很没劲，但连这基本的事儿都不知道，说明宇宙的谜题有多大。第一种可能，宇宙是无限的，空间没有弯曲，宇宙很可能是无限延伸的，没有尽头。观测显示曲率接近0，这是目前相对主流的一种可能。第二种，宇宙是有限无边，听起来很绕，但就像地球表面，你永远找不到边缘，你在球面一直走，会绕回出发点，找不到边界。空间本身如果弯曲，你走啊走，最后会回到出发地，过程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边界的存在。第三种，宇宙有真正的边界，外面什么都没有，不是空的空间，是连空间本身都不存在。你走到尽头，连往前一步这件事本身都没有意义。这3种情况对我们来说体感是一样的，我们被锁在可观测宇宙里，球外的结构感知不到。科学家倾向于无限平坦，但这只是推测，一点点误差足以让其他可能性站在门口等着你。我们连宇宙有没有边都搞不定，这真不是科学失败，这就是宇宙的问题，确实太难了。如果宇宙真的是无限的，推论让人很不舒服。宇宙中粒子的排列方式是一个庞大但有限的数字，有限的排列放在无限的空间里，必然重复出现。换句话说，在足够遥远的地方存在另一个你。同样布局的房间，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此刻正以相同的状态读到这句话，感到不安。这不是脑洞，是纯粹的数学推论。估算距离大约是10的115次方米，这个数字没有任何直观概念，反正就是极远的地方。只要宇宙是无限的，这件事就是逻辑上的必然。不只是另一个你，是有无限多个你，版本不同，做出的选择也不同。
有人觉得这让人觉得自己不重要了，也有人觉得正因为如此，你现在的选择才有了唯一性。这已经是哲学问题了。数学不管你怎么感受，它只管推论是否成立。想清楚这些之后，人类在宇宙里能走多远？这个问题确实变得有点沉重了。旅行者1号是目前飞行距离最远的人类探测器，1977年发射，飞了将近50年，现在距离地球大约240亿千米，换算成光时大约是22光时，也就是光走22个小时的距离。听起来很远，但你放到宇宙尺度里感受一下，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比邻星距离我们是 4.22 光年，换算成千米大约是40万亿千米。旅行者1号以现在的速度飞过去，需要7万多年。7万年是什么概念？现代人类的历史才不过几千年，7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还住在山洞里。可就算飞7万年，你也只到了宇宙的邻居家门口，宇宙里绝大多数地方连靠近都不可能。那有没有可能飞得更快？光帆是目前研究比较多的一种方案，理论上可以用地面激光把一个极轻极薄的探测器持续加速到光速的 20%， 以这个速度飞到比邻星大约需要20年。突破射星项目就是在做这件事，这是真实的科学项目，不是科幻。但你要知道，这是一枚芯片大小的探测器，不是载人飞船，而且一旦发射出去，减速是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能飞过去，但停不下来。载人的星际旅行在目前的物理框架下基本看不到可行路径，不是工程技术层面的问题，是能量需求从量级上就根本无法满足。你以为科幻片里的曲速引擎只是技术没跟上？不，它需要一种叫负质量的物质才能维持。这种东西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虫洞也一样，理论上被讨论过，但需要的能量远超任何可以想象的技术手段。这些都只停留在假设阶段。更关键的是，就算未来人类掌握了极强大的技术，因为宇宙在加速膨胀，大多数星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离我们远去。在物理上，我们永远能抵达的宇宙范围，也只是可观测宇宙里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宇宙太大了，大到哪怕物理规律也只允许我们待在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对人类来说已经大到无法想象，但对宇宙来说还是个角落。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挺奇怪的处境？我们看得到那么多，却去不了绝大多数地方。那这个我们永远走不到头的宇宙，自己最终会走向哪里？科学家目前给出了3种可能的结局，你听完自己判断哪个最难接受。最主流的一种叫大冻结，也叫热寂。在这个结局里，暗能量继续以现在的方式推动膨胀，几百亿年之后，宇宙里的恒星燃料慢慢耗尽，不再有新的恒星形成，星系一个个变暗变冷。你有没有想过，夜空中那些亮闪闪的星全部都会有熄灭的一天，到最后剩下黑洞。但黑洞也不是永远的，根据霍金辐射的理论，黑洞会以极慢的速度向外辐射能量，慢慢蒸发消失。到那个时候，宇宙里只剩下分散在巨大空间里的基本粒子，温度趋近于绝对0度，什么都不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就这么一直下去，永远。你有没有想象过那个永远有多长？不是1年，不是1万年，是没有终点的静止和冰冷。第2种叫大撕裂。如果暗能量的强度不是保持不变，而是持续增大，膨胀会越来越猛烈，最终连星系之间的引力都撑不住，星系开始瓦解，接着是恒星系，接着是行星，接着是分子，然后是原子。宇宙在某个时刻把自己彻底撕碎，时间在那一刻有了一个终点，不是慢慢熄灭，是被撕开。这2种死法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第3种叫大坍缩。如果暗能量减弱到引力反超，宇宙会停止膨胀，转而开始收缩，越收越快，最终把所有物质重新压回一个起点。
有点像大爆炸的逆过程。那之后是什么？物理学目前没有答案，目前的数据倾向于大冻结是最可能的结局，但前面提到的 DSI 发现暗能量强度可能在减弱。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大坍缩就重新进入了讨论范围。宇宙最终怎么死，还没有定论，你选哪个？3种结局里，你觉得哪个最让人难以接受？是静止的永恒，是被撕碎，还是它会去重来？我自己觉得大冻结最难受，不是因为它最痛苦，而是因为它太漫长了，漫长到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都显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回到开头那批韦伯望远镜拍到的不可能星系，那在说的是我们连宇宙的现在都还没弄明白，更别说它的结局了。但这不是让人沮丧的，是说明还有那么多东西值得去看，每一个答不上来的问题都是下一步继续看下去的理由。宇宙越大越值得好奇。好，如果看完觉得还不错，点个赞支持一下，也欢迎把这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还没订阅的话，顺手订阅一下，我后面还会继续聊这类话题，订阅了才不会漏掉。咱们下期见。